你現在腦子裡想象兩個畫面，左邊是台積電的無塵室裡，穿着兔子服，經過層層風鈴室，連一根頭髮絲都包得嚴嚴實實的半導體工程師。右邊是埃隆·馬斯克抽着雪茄，喝着威士忌，在鏡頭前放聲大笑的經典照片。如果我告訴你，馬斯克要把這兩個畫面強行的融合在一起，你敢信嗎？就在3月21號，馬斯克在德克薩斯州一座廢棄發電廠裡拋出了一個讓半導體行業集體沉默、華爾街直接炸鍋的計劃 Terafab。 他宣布要從特斯拉的現金流裡抽走250億美金，去建一座瞄準2納米製程的超級芯片工厂。更離譜的是，他當着全世界媒体的面放話，這座工廠不需要傳統的無塵室，工程師甚至可以在裡面抽雪茄、吃漢堡。如果你看到這個新聞，第一反應是馬斯克又要用第一性原理顛覆台積電了，那我勸你先別急着下結論。今天這期視頻我們要做一件事，把 Terafab 的3層畫皮一層一層扒開。我會告訴你3件事。第一，馬斯克為什麼被迫的自己造芯片呢？台積電是怎麼把首富拒之門外的呢？第二，跨界造2納米芯片在物理上到底有多難？它真的能繞開無塵室嗎？第三，也是最關鍵的，這250億美元的真實流向到底是科技革命，還是一套精心設計的財務結構呢？看完這3層，你再做判斷也不遲。很多人第一反應是，馬斯克為什麼不直接找台積電代工呢？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幹不好嗎？答案很簡單，不是他不想給，是台積電不願意接。為什麼呢？半導體行業有一條非常現實的商業邏輯，台積電現在的先進產能是妥妥的賣方市場，3納米、2納米的產能早就被蘋果、英偉達給包圓了。老黃和庫克要的是高度標準化、利潤豐厚的商用芯片，馬斯克要的是什麼呢？根據 Terafab 的規劃，他要造第3芯片，80%要送上太空。這意味着芯片必須抗宇宙射線，應對極端的溫度變化。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非標需求。打個比方，台積電是一家天天滿客的米其林3星餐廳，蘋果和英偉達每天包場，點的是標準流程、利潤極高的招牌菜。馬斯克衝進來，要點一份能在零下270度真空裡吃的烤肉，一開口就要幾百億串，單價還壓得極低。你要是台積電的魏哲家，你會為了這個訂單把廚房全拆了重裝嗎？不會的。所以馬斯克是被逼的，他的太空算力計劃被台積電的產能優先級死死地卡住了。別人不給做，那就只能自己來。這個邏輯其實跟當年的 SpaceX 一樣，別人的火箭太貴太慢，他就自己造。但問題是，造火箭和造芯片完全是2個難度級別的事。馬斯克是工程師，不是科学家，這2者有着明顯的區別。工程師是在已知的範圍內做優化，科學家呢是在未知的領域做探索。SpaceX 的成功不是發明了什麼新東西，而是在成熟的技術基礎上不断的優化。火箭可回收，把發射成本從每公斤的54500美元幹到2700美元，降了20倍。但芯片行業的门檻比火箭要高得多。先說最基礎的問題，无塵室。馬斯克說要取消傳統无塵室，讓工程師在車間裡抽雪茄、吃漢堡。這話聽着很馬斯克，但我們得搞清楚他到底在說什麼。2納米是什麼概念呢？一根頭髮絲的幾萬分之一。
在這個精度上，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落在晶圓上，就像一顆隕石砸中了一座城市，這顆芯片直接報廢。EUV 光刻機的光波長度只有 13.5 納米，血加煙霧的碳氢化合物，漢堡的油脂分子，只要滲入光刻機的真空腔室，就會碳化沉積在價值上億美金的反射鏡面上，不可逆的損壞核心光學系統。所以，馬斯克真的是在說我不需要無塵室嗎？我覺得更合理的理解是，他想把無塵室的面積大幅的縮小。馬斯克的意思可能是把需要洁淨的空間從整座工厂縮小到極小的區域，比如關鍵的流水線區域，甚至縮小到關鍵設備內部的封閉腔體。如果做到了，整個工廠的其他區域確實可以不穿防塵服。抽雪茄吃漢堡就是這個意思的誇張表達。這不是違背物理學，而是一個工程優化方向，把潔淨成本集中在刀刃上。這個思路有沒有道理呢？有，但能不能實現呢？這才是真正的難關。因為即便解決了潔淨室的問題，還有兩座更大的山：光刻機和良率。要造2納米，你繞不開阿斯麥的極紫外光刻機 EUV， 而且普通的 EUV 不夠，得用更新一代的 High-NA， 一台将近4億美金，重達150噸，印一次要包3架的波音747。貴不是問題，問題是買不到。截至去年底，阿斯麥未交付訂單積壓高達388億歐元，直到2027年，全球也就能交付10幾台的 High-NA。這些機器幾年前就被英特爾、台積電和三星用巨額的定金給鎖死了。而且阿斯麥不只是賣機器，台積電能優先拿到設備，是因為台積電每天用成千上萬片真實流片的數據反哺阿斯麥，幫他們修正光學畸形。這是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一個連28納米成熟製程都沒搞過的新手，想直接插隊買頂級設備，排隊去吧。當然，也有傳聞說三星可能參與 Terafab 的建設。三星的老板公開說過，要和特斯拉在德州合建芯片工廠。如果三星帶着自己的設備和工藝經驗入場，情況會不一樣。但目前這些都還沒有被確認。最後是良率。半導體製造的核心法則是良率。台積電花了30年才把先進製程的良率穩定在可接受的水平。一片2納米的晶圓，代工報價已經飆到了3萬美金。台積電自己在3納米和2納米的初期，也在60%的良率上掙扎了好幾個季度。如果 Terafab 的初期良率跌破 5%， 這對於新手來說是完全可能的。同時又要拉到月產10萬片的產能，工廠每月光在硅片上的現金消耗就是天文數字。馬斯克做 SpaceX 也是炸了好多火箭才走到今天的。做芯片頭幾批良率可能會很感人，這除了需要時間，也需要容錯空間。所以從物理和供應鏈的角度看， Terafab 短期內造出2納米芯片的概率非常低。馬斯克極其聰明，他身邊有着大量的頂級工程師，他不可能算不明白這筆賬。那問題就來了，既然物理上這麼難，他為什麼還要在這個時間點強行的宣布呢？這就是我們要扒的第3層，也是最關鍵的一層。這一層我們不聊技術，只看財務結構。Terafab 官方口徑是投資200到250億美元，但這個工廠到底是誰的呢？這個問題目前其實並不清晰。馬斯克在發布會上說，建在德州特斯拉超級工廠園區附近，名義上為特斯拉的 FSD 和人形機器人提供算力。但他同時也說了，Terafab 產出的算力
80%要送上太空，給 SpaceX 軌道數據中心用，只有20%留給特斯拉。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誰出錢呢？誰受益呢？如果建廠的錢主要由特斯拉一家上市公司來承擔，但80%的產出歸 Space 馬斯克的私人控股公司使用，那特斯拉的公眾股東實際上是在為 SpaceX 的太空算力基礎設施買單。我昨天那期視頻也提到了這幾個關鍵的數字，馬斯克在特斯拉的持股也13%，但在 SpaceX 持股也42%到43%，而且擁有絕對的投票控制权。在特斯拉賺1塊錢，他分1毛3；在 Space 賺1塊錢，他分4毛3。如果250億建廠費用由特斯拉承擔，而80%的價值流向 SpaceX， 相當於大約200億美金的資產轉移，也就是特斯拉持有87%股份的公眾股東要為此承擔174億的損失，而馬斯克憑借在 SpaceX 的42%股權，私人淨資產增加約84億，扣掉他在特斯拉那邊按比例承受的26億損失，他個人淨收益約58億美元。換算一下，特斯拉股民每虧1美元，馬斯克在 SpaceX 那邊淨賺48美分，這就是我所說的48美分公式。當然，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如果最終的出資和產能分配切實按這個比例執行的話，目前 Terafab 的主體歸屬還沒有完全確定。有人傳 Intel 也可能參與出資，三星也可能出錢。如果最終是一個多方合資項目，特斯拉的風險敞口會小很多。但截至今天，特斯拉的官方文件裡對 SpaceX 拿走%算力後的內部轉移定價保持着沉默，沒有任何公開的協議說明 SpaceX 會付多少錢，會承擔多少建廠的成本。這個沉默才是讓華爾街真正不安的地方。大家還記得我上期視頻嗎？我們聊了特斯拉的財務基本面和機構出逃的數據。上期視頻我們提到，特斯拉去年的淨利潤暴跌46%，自由現金流萎縮到62億美金。摩根士丹利連續3個季度減持，累計賣出大約960萬股，減倉幅度21%。美國銀行單季度減持613萬股，巴克萊減持419萬股，主動管理型機構在系統性撤離。現在 Terafab 來了，特斯拉今年既定資本開支就超過了200億，再加上250億的 Terafab， 合計超過400億的資金缺口。而去年辛苦賣車攢來的自由現金流只有62億。高盛分析師已經直接寫道，預計特斯拉2026年前年將出現負自由現金流，中間這幾百億的窟窿怎麼填呢？大概率是增發股票。特斯拉2020年就用過這一招，在高位啟動 ATM 場內增發，以現在的市值，只需增發1%出頭就能套走150億，但你手裡的股票會被稀釋，而被稀釋籌集的錢不是去提升汽車的銷量，是去建芯片廠，80%的產出還要送給 SpaceX， 這就觸及了一個根本問題，估值邏輯的割裂。微軟、英偉達、Meta 也在瘋狂的砸錢建數據中心，華爾街為什麼不罵反而捧呢？因為微軟砸的每一分錢最終都變成 Air 的算力資產，100%回饋給全體股東。但特斯拉呢？它承擔着汽車降價的利潤下滑，承擔着250億建廠的折舊，實際上卻在充當 SpaceX 太空算力的基建出資方。資本市場有一句話很準確，上行利益私有化，下行風險社會化。Terafab 失敗，特斯拉的財報承壓，
股東買單 ，Terafab 成功，80%的算力变成 SpaceX 的估值火箭燃料，马斯克个人的身價暴增。這種結構使得特斯拉越來越難和微軟、英偉達這些自身業務造血的公司並列。這也是為什麼有機構開始討論把特斯拉從 Mag 7的名單裡移除。聊到這裡，我想冷靜客觀地補充另一面。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馬斯克掏空上市公司這個結論上，格局可能還不夠大。馬斯克在做的事情，不管成敗，都標誌着一個新趨勢。科技巨頭開始追求硬件底層齊全。以前的科技公司，不管市值有多高，要算力得找英偉達買顯卡，要芯片得求台積電代工，要發射衛星得看 NASA 的臉色，命門捏在別人的手裡。但馬斯克想建立的是一個不依賴現有供應鏈的前瞻架構。SpaceX 壟斷太空運輸， Starlink 壟斷通信網絡， xAI 掌握超級大腦， Terafab 補齊底層算力的製造。而且他要把這一切搬上太空，擺脫地球電網和水資源的物理限制。2月4號那期視頻裡，我詳細的聊過，為什麼地球上的算力正在撞牆。xAI 在孟菲斯的 Colossus 數據中心，55萬顆 GPU 一年消耗50億加侖的水，相當於8000個奧運游泳池。到2030年，僅美國的 AI 算力增長就面臨至少44巨瓦的電力缺口，相當於要新建40座的核反應堆。在地球上，算力越大，電費越貴，散熱越難，這是熱力學的死循環。馬斯克在太空中看到了出路，晨昏太陽同步軌道上，24小時不間斷日照，發電效率是地面的5倍以上，散熱面朝向 3K 的宇宙深空，無限冷源。當新建的發射成本降到每公斤$500，太空算力的總擁有成本可能真的會比地面便宜。從這個角度看， Terafab 不只是一家芯片工廠，它是太空算力基礎設施的起點。但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方向對不對，而是誰該為這個方向買單。如果這是 SpaceX 自己掏錢建的芯片廠，那是 SpaceX 的商業決策，跟特斯拉的股民無關。如果最終多方合資，成本共擔，產出按比例分配，那也說得過去。但如果特斯拉出100%的血，只拿20%的肉，那無論方向多正確，這個財務結構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最後，我幫大家整理了一下接下來需要緊盯的幾個關鍵點。第一， Terafab 的主體到底是誰？是特斯拉全資，還是和 SpaceX、三星、Intel 合資？出資比例和產能分配比例是多少？這是最核心的問題。第二，特斯拉董事會不會啟動獨立的特別委員會，對這筆關聯交易做公平性的評估？如果不做，就值得警惕。第三，特斯拉今年的資本開支最終落在什麼數字？如果真的是以400億以上，增發融資基本無法避免。第四，阿斯麥光刻機採購的進展，沒有 High-NA EUV， 2納米就是空中樓閣。看看馬斯克能不能通過三星或其他渠道拿到設備。再說一句，在這個殘忍的重估週期裡，你的認知速度如果跟不上資本變化的速度，你的資產就會成為別人星辰大海的燃料。馬斯克的 Terafab 究竟是人類邁向太空算力時代的真正起點，還是一場披着技術外衣的資產騰挪呢？現在下結論還太早，但你至少要看懂這裡面的利益結構。你的判斷是什麼呢？如果你手裡還持有特斯拉的股票，看到這個80%對20%的產能分配，你會怎麼選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想法。覺得這期拆解還行的，幫我點個讚，訂閱一下，打開小鈴鐺。
這裡是明夜3000里的頻道，咱們下期再見。